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上一个视频介绍了各种不同种类的润滑剂，主要分成4大种类 ：White Lithium Grease、WD-40 Multipurpose、Silicone Lubricant、Dry Lubricant。如果各位还没有观看，我建议各位先看过，再来看看我使用这些总结的结果，来给我的车库们润滑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来看看需要准备的工具，一个护目镜，因为润滑剂是会伤害眼睛的，一些厨房纸，喷完润滑剂之后要擦一下，这样才不会吸引灰尘，一双手套，然后是润滑剂。我以前就使用过 WD-40 Multipurpose 喷过我的车库们，最近它的噪音越来越大，然后有一天弹簧突然断了，我查了一下，发现网上有很多人不建议使用 WD-40 Multipurpose， 我之前把它拿去喷我的门锁，也出了一些问题。你可以看到，这门锁的锁芯上有很多黑黑的，应该是 WD-40 Multipurpose 沾的灰尘。这种情况下，灰尘反而会变成阻力，导致部件出问题。我不能确定，但是我车库门的弹簧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原因而坏的，或是纯粹只是寿命到了。我原本还打算做换弹簧的视频，但是我发现换弹簧需要用认证的铁棒，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还有弹簧应该要转多紧，也有一定的技术性，所以我还是找专业人士做了。这边顺便提供一下费用，大概是330到380美金左右。在换完车库门弹簧后，我的车库门开关时还是会有很多金属摩擦的杂音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润滑不佳的车库门阻力太大，最后导致老化的弹簧断掉。所以我这次学乖了，要好好润滑。就上次我研究的视频，我准备了 White Lithium Grease 车库门专用的润滑剂 Gel Grease， 其实我建议是使用 WD-40 的 White Lithium Grease。我看过有人比对过 WD-40 跟 Blaster 的 White Lithium Grease，Blaster 的感觉更粘稠一些，但是渗透效果很差。WD-40 的 White Lithium Grease 感觉更稀一点，渗透效果较好。两个品牌的 White Lithium Grease 都会有白色的残留，喷完之后都要擦掉，以免吸引灰尘。地上也会有白色的残留，如果不想要做这个清洁，可以用 Blaster 的车库门专用润滑剂。虽然这干了不会有颜色，但是这个很容易滴油，所以一定要等完全干才能把车子开进来。其实干了之后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残留，我这边比对了2种最后的残留，大家可以自行判断要用哪一种。但是要注意 ，White Lithium Grease 会吸引灰尘，而且应该是不能使用在塑料或橡胶，所以如果遇到这类的情况，就必须使用 Blaster 的车库门润滑剂。我们先确保铰链是锁紧的，太松的铰链影响安全，也可能会增加撞击的杂音。我们现在开始润滑，首先是关节的铰链。整个车库门大部分的可动关节都是这个铰链，所以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个铰链关节的缝隙不容易喷进去。如果用 Blaster 的 White Lithium Grease 可以润滑到边缘，但是里面可能没有完全润滑到。如果是用 WD-40 的 White Lithium Grease 可能会好一些，或是你也可以使用 Blaster 的车库门润滑剂，但是可能要更经常润滑。喷进去之后，用手把它转一下，确保它的旋转是顺畅的。如果用的是 White Lithium Grease，要擦一下，确保不会残留，不然可能会吸引灰尘。如果用 Blaster 的车库门润滑剂，这个喷出来时比较稀，最好喷时下面要垫一下，这样比较不会滴到其他地方。这2点基本上是固定的，我之后就不再一直重复了。再来是上面的滑轮，我不是很清楚滑轮的材质，摸起来像金属，但是我看有些好像说是塑料。我就先用 Blaster 的车库门润滑剂给它镀一层细跟铁氟龙，然后在轨道跟金属轴用 White Lithium Grease。我先在金属轨道上喷了 White Lithium Grease， 然后后来又尝试了 Gel Grease， 感觉其实没有必要用 Gel Grease，Gel Grease 干了会有点恶心，然后残留的 Gel 可能也会吸引灰尘，如果使用可能也还是要像 White Lithium Grease 一样要把它擦一下，而且 Gel Grease 相比其他的润滑剂贵差不多2倍，所以我建议用 White Lithium Grease， 然后用厨房纸稍微擦一下。有些人甚至建议不需要润滑轨道，应该是因为滑轮跟轨道的摩擦其实算小，而且滑轮有可能是尼龙材质，所以他们怕某些润滑剂不能使用在塑料或橡胶上。不过就我的研究，细跟铁氟龙是可以用在塑料或橡胶，所以我觉得我在滑轮上用车库门润滑剂应该可以起到保护作用。再来是上面的弹簧还有轴，这个弹簧固定在这个轴上，用来支撑车库门的重量。弹簧我用 Blaster 的车库门润滑剂，这感觉更能渗透进去弹簧的边缘。White Lithium Grease 尤其是 Blaster 品牌的渗透效果不行，所以我不建议用在弹簧上。
轴的话，记得润滑是中心轴，不是上面的钢线。这钢线是用来吊住车库门的两边的，润滑了没有什么用。如果认为润滑可以减低钢线耗损，也一定要用车库门润滑剂。White lithium grease 会吸引灰尘，反而会增加钢线耗损。车库门中间有个可动关节，负责在马达启动时把车库门拉起来。我们把每个可动的地方都喷上。这边我感觉喷哪种都可以。这边顺便一提，这里有一个螺环，是可以调整链条的松紧的。如果链条太松，可以转动螺环来调整，但是要注意不能调太紧，不然可能会把马达的齿轮崩坏。最后我们要喷链条跟中心轴的滑轨。链条是比较怕灰尘的部件，所以我将会用车库门润滑剂。如果我是用履带的车库门，因为 White lithium grease 不能用在橡胶上，更需要使用车库门润滑剂。中心轴的滑轨主要是喷朝上的这面，因为主要是这片铁片抓住朝上的这面滑动来开关车库门。喷完之后，第一，先不要把车开进来，因为这些润滑剂可能会滴下来，粘在车子上面就糟糕了。第二，先让车库门开关个几次，让润滑的地方活动活动，这样子润滑才会均匀。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。效果其实非常明显，但是我用这个 app 测了一下，并不是很明显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分贝的部分，主要可能还是马达的噪音，但是我听起来却差很多。应该是因为金属摩擦的声音可能频率比较高，所以很刺耳。但是这对分贝可能影响不大。润滑之后，刺耳的声音明显减少很多。不过虽然数据不明显，但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声音的线条平滑了许多，不会有很明显的锯齿状。这样我们的润滑就完成啦。除了我之前润滑剂的介绍视频，我还建议各位看看我建议在车库门无法关闭时试试的2种小方法。如果以后遇到，可以省下不少麻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